抛球不就只是把球抛起来，抛在空中吗？嗨，大家好，我是明，欢迎来到我的排球教室。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细说抛球。发球可以说是排球场上的第一波的攻击战术。如果说发球发得好，针对性的发球，攻击力道强，然后破坏力高的时候，对方根本连第一波的组织攻击、第一波的反攻都回不来。那发球大家应该最有印象就是发球发出去击球的这个动作。好，那再来我们往回推一点点，那个助跑的动作，再来还有一个动作是抛球。那抛球其实真的不难，但是我们会很少去注意到抛球。就是在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中，其实有很多的学问。我们可以先想抛球的方法。我们一开始抛球都会用左手抛，或是用右手抛，或者是用双手抛。那再来就是抛球的球种，有些人发飘球的时候，抛的球是不动的，像这样子直上直下的。那有些人会想要发旋球，就像是那种强力发球，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抛旋球。那根据抛球的球种不同，我们会去搭配不同的发球方式。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希望可以让整个发球的球质是稳定的。我们一开始都会先教说，球是抛不旋的，因为抛不旋的球，然后发出漂浮球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就不旋，我只是给它个力道，让它这样子横移出去，所以比较容易不旋。那比较容易不旋，就容易漂浮，所以球就可能会这样子跑。然后如果说好，我今天想要用旋转的球，然后去发出一个不旋的球，也是可以。只是时间点没有抓好，击球的时机点没有抓好的话，这个球很有可能会变差链，喷出去了。在练习之后，其实还是可以发出你想要的球，你可以去尝试。不一定要飘球就搭配上不旋的球。那如果说你想要用旋球，然后发出飘球也可以啊，你就是所谓的双刀流。刚好跟大家讲了几种抛球的方法，那相信大家都会个几个，对吧？那我今天会比较就是概念性的去讲抛球的这件事，抛球我们要去注意什么地方。之后会跟大家去细讲这个抛球的动作。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抛球方式，哪一种抛球方法，你都必须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因为完成了今天我讲的东西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怎么样提升你的发球稳定性，然后能够让你就是维持一个在最好的击球点，然后去发出最好的球。上一次我们在排球急诊室里面有讲到左手跟右手击球点差在哪，我们要先去掌握自己的击球点位置。那这个观念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发球或者在攻击，都是因为它都是一种击球把球击出去的概念，所以这个好的击球点非常重要。那我们会用 X、Y、Z 这三个面向去分析这一个抛球的路径、抛球的球线。那我们先来看 X 面向。每一个人抛球的习惯、抛球的方式都不一样。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就是你是非惯用手抛还是惯用手抛。那双手抛又是另外一件事。惯用手抛给惯用手的话，那我就是从这边直上直下的抛。我是非惯用手抛的话，这颗球在我的身体的左边，那我的击球点在我身体的右边，所以我的这一颗球要从我的左边抛到我的右边。我这样才可以比较直、比较正的去发出这颗球。那假设只是这颗球没有抛过去的话，没有抛过去这个身体中轴，它就是在原地抛上抛下的话，那我的身体就必须要歪一边，然后去发这颗球。那这边会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身体歪掉了，所以你难出力，击球点又会下降，方向又会错，然后动作不好看。那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就是发球的失误率，尤其是身体歪掉之后，很容易往下发。那因为球点低嘛，所以你往下发，你就会发到队友的头。双手抛也很简单，因为它在身体的正前方嘛，所以就是刚刚的在中轴的地方，所以双手抛就只要抛近一点，稍微一点点在这边就好，所以就不用像左手抛了这么远。你们在镜头前面，其实虽然说镜头的距离就只有这样，可是你很清楚可以看到从这边到这边，跟从这边到这边，所以像刚刚说的，抛球没有抛到位。我们就很容易造成自己的失误，因为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好像抛到位了，发出去结果掌心没有打到，所以失误就这样产生了。那我抛球的方式是只踏出一步的站姿飘球，
以我的身体为中轴，那在我抛球之后，可以看得到我的球从我的身体的左侧，然后慢慢的移动到我身体的右侧，我的右手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击到这颗球。好，那我们拿另外一颗来看，这一次是双手抛哦，所以那个球线位移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那这颗抛球一样会把目标放在我的惯用手斜上方的位置，也就是我的击球点。好，我们这边来看一颗错误的示范。那这一颗球一样，目标会是放在我的惯用手斜上方，可是这颗球抛的不够长。从左边到右边，结果没有到，从左边到中间而已，所以我的身体变成是要侧向一边，然后去找这颗球，然后我的身体没有稳定，所以这颗球的球点下降，因为整个球的球线会偏向左边。那在身体外边的情况下，我就发球失误了。那外面向呢，我们要来讲抛球的高度，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个比较难说统一化跟大家说要怎么做。只要你能够准确到击球点，你要抛多高，抛多矮。都可以。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就是经验谈，球抛得越高，掉下来的速度越快。那掉下来的速度越快，我们的击球，我们出手的时间点就越难抓。所以球抛得越高，其实越难发。好，就假设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黑板的这条线，这是我的击球点。所以我把球抛的只有比击球点高一点点，然后跟抛的比击球点高很多。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两颗球的那个下降的速度有差吧？就是你在这边可以稍微有点点停留，然后掉下去，然后跟上去不见，下来不见，就是两个速度差非常多。这个击球的时间点，抛高的球比较难抓，这很重要哦，这是真的是经验谈哦。那所以我都会跟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要发飘球的话，然后你又想要追求稳定性的话，就不用把球抛得太高，你就是把球抛在你的击球点再高一点点就好，因为它就会比较慢上去，然后比较慢下来，所以你比较容易去抓到那个时间点。那这边也跟大家讲，就是抛球的高度真的要稳定。如果说你习惯抛个3公尺高 ，OK， 不要去就是忽高忽低的，这样子你的发球的动作非常难稳定。那刚刚有说发球就是我们的第一波攻势，对吧？抛球就是我们的第一波攻势的举球员，所以抛球抛得好，你才可以发出强的球，然后发出稳定的球。所以你的抛球，你的左手、你的右手、你的双手，就是你的举球员哦，要好好掌握这一颗球。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抛球的高度通常是按照你的助跑的时间去判断。假设好，我的击球点在这边，然后我的助跑大约是1步，所以我抛球的高度只要让这颗球上去下来的时间可以让我跨出这一步就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是跳发，那所以我会3步助跑，所以变成是我可能要再拉长一点，对吧？所以我这颗球就要再抛的比原本再更高，所以每一个人的助跑时间会去影响这一个抛球的高度。那这个可能就要由大家自己去体会看看。那我这边可以放上示范影片。就是当我想要发站飘的时候，我只有1步助跑，就是只有跨出去1步，那我这颗球其实就只需要抛在我的击球点上方一点点。那如果说我这边我要发跳跃旋球的话，那我助跑有3步左右，所以我抛的这个高度就必须要高很多，可能要有2倍的标志杆高，这样子我才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助跑时间，而且还要把跳起来的高度算进去哦。所以大家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助跑时间，还有击球高度。好，再来是 Z 面向。Z 面向就是我真的觉得是这3个面向里面最难掌握的。那尤其是在我们要增加助跑的时候，那一开始我们助跑啊，我们其实没什么助跑，就是1步跨出去，然后发球嘛。我从这边抛球，我1步跨出去也才这边而已，所以这个球基本上不太需要往前抛。好，那如果说我们是跳跃发球、跳跃飘球的话，我们的助跑就会拉长。可能会3步、4步、5步，那这个距离这么长，我们怎么抛？所以这个抛球就变得很难。那在这边有一个小撇步，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很多选手在就是要去发球的时候，他们会从底线开始算步数，这样走出去。那如果说你们之后再使用就是跳跃类型的发球，有那种长助跑的发球的话，你们可以利用算步法，然后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练习同样的距离的抛球。那这个 Z 面向就不会那么难。那在一开始真的很容易抛太长或抛太近，就是像我在这里，我准备想要发球，然后如果说是好球的话，就是刚好上去。那如果说我在这边跑过去之后，就发现球太短在头上，我就变成是要整个身体往后拉，然后这边发。
我跟你讲，这每次这样子发完之后，腰痛就是这样来的。你会下背酸，会腰酸，通常是因为你的球留得太后面了。那抛太长跟抛太远，就是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发球稳定性。太远的话，我们会打不到；太近的话，我们会往上发。所以那个强度啊、稳定性啊，都会直接被影响。就是你们在发球之前啊，我们都会拿到球嘛，很多人会非常急的就赶快发。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停下来想一下，我们等一下在哪里发球？好，我等一下在这边发球。OK， 我的球就这样。所以你们可以在拿到球，在8秒内稍微思考一下，就是想一下自己的发球位置，想一下等一下要发去哪里，然后再来做。不要说拿到球就。所以我这边讲了3个小观念哦，3个你们要记得哦。关于算距离，然后腰痛、发球的时间掌握。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示范影片。好，那我先用站飘来示范，就是站飘站姿发球。那这边因为我的发球只有助跑1步，然后我的手又往前伸直，我的抛球基本上不太需要再往前抛，然后往我的右手边抛，这样就 OK 了。那这边要抛球之前，想象一下，等一下在哪里发到球，然后来准备抛球。好，那我换一颗就是比较极端一点，第2颗是跳跃发球。那我在发球拿到球的时候，我也会先想一下自己等一下在哪个地方击到这颗球，然后跳发要比较多步，而且距离比较远。那我的抛球的目标就是抛在这个点的上方。那这个 Z 方向的位移就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练习，你要练习你的抛球的手感，远近要一致。那除了抛球之外，你也要稳定你的助跑动作，你要1步就一直1步，你要3步就一直3步。好，那以上就是 XYZ 3个面向来分析抛球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抛球就像刚刚说的，抛球就是我们第一波公式的举球员，因为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发球发过去的强度，发过去你的稳定性。那不好好对待它吗？所以仔细了解之后就会知道，发球的成功率跟抛球非常有关系。你发得好，后面都不用打了。有没有雷昂的影片，就是一场13颗跳发 Ace， 抛球抛得好。那看完今天的影片，赶快去练习你的抛球吧。就是你在家里也可以抛，找一个小空间，然后好好的去练习你的抛球动作。不管你是左手抛、右手抛、双手抛。今天的排球小教室就上到这边，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跟按赞哦。我们下次见。今天的排球小教室就上到上边啊。发球的失误率就会上涨，因为不炫的球，然后发不炫的球啊，